Hello，朋友们，欢迎来到藏物主的玩具翻频道。今天分享海洋堂的韩助力G86的造型。首先提前跟大伙说，买之前到手后一定要开箱视频，一定要录。再说一遍，一定要录。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昨天到的是 Figma 的那个骷髅骑士，一会儿给大家看图，就是开箱就是断头了。当时也是看到很多那个朋友他们这个中奖比较多嘛，所以当时就直接开箱先录个视频，然后进行了那个售后。但是这个全国代理说要10天以后，才10天左右吧才能给到消息。然后今天海洋堂这一头呢也是中奖了我的这个手背这儿有一个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黑点，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我说去更换一下，但是关键让我去提供这个开箱视频，可是当时我其实这款其实没有录这开箱视频，我说我只是去换一个。对吧？我换个手型就可以了，但是还是不行。最后要求我半个月以后再来跟他们去沟通，20天以后再来沟通。好，吐槽先搁这里吧。然后我们先来看它的这个外包装。首先这次的这个外包装还是现在海洋堂沿用这种侧面峰会，右边是这个灰色的这个包装风格，同样合的是这种比较方方正正的背后是它的这个峰会，当然这个就没有那狗皮膏药了，所有它的配件量还有它的人物造型都在这里。然后配件上来说，其实不算特别的丰富。首先手型上来说是除了本体上的这一对放松手，这么一对放松手以外，然后另外又给了3对手型。这一对是用来握持这个手机的，然后一对冰冷的，一个笔叶的，还有一个比较特色的这个拿着棒棒糖的这个手型还是真很不错的。其实手上的漆面还好吧，不能说很漂亮，但是只能说凑合，因为有些地方的它这个有溢漆，可以看到吗？这边也是，就是整体的这个漆面做的并不是特别好。一个手机，很薄的一款，2个特效架，一个是这个比较长的灰色的这个特效架，还有一个短的。这里再次吐槽一下，这个插孔和脚底的插孔非常难装，非常难装这个真的是装的时候真的是太费劲了，我半天才装进去一个，然后后来我就不再装。然后这次给的这个面标给的还是挺多的。当然我是海洋堂关店买的，所以有一个特点头。不过有一点吐槽一下，它的这次的这个头雕的眼睛给的偏的非常厉害，感觉都进了眼角了，尤其这只眼睛你都几乎看不见了，一小黑点。这是一张，这是往另外一张撇的，是个开嘴的这么一个头。再一个是这个嘟嘟头，嘟着嘴的，撅嘴的，也是侧面看。这颗同样的是开怀笑的，一样的是挑眼的所有的表情这个眼睛几乎都是往上挑或往斜面挑的。然后最后呢，就是这颗相对来说是往正面看的，但是同样的是这个会给你感觉是在斜视的一个状态。一共是这么个5个头条，然后还有给了一个春丽的一个闭眼张嘴头，我不知道为什么都闭眼了，为什么还要张着嘴。当然我也没有春丽，所以这个头暂时没有用。还有一点，它这次的这个头发同样是这种从头雕往上摁的，但是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头雕就是可能这样看不是特别明显，其实这个相对宽一些，这个相对窄一些，就是装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恼火，很不好装，装进去后又感觉不太贴合，这点实在是就是他们家总做这种就是去换头雕的这个问题，但导致这个头雕的不服帖巨人就是这个问题，玩起来就很恼火。好，我们来看一下可动吧。首先低头，它低头的幅度其实并不大，抬头对幅度其实也就说够用，左右摆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头发这有些干涉，虽然说软胶吧，而且这次的这个关节的阻尼感感觉略紧，不敢太使劲的掰。然后大臂的平弹，这是个2个生球怪，前后，就是你掰的时候，这个关节就感觉有点那种就是很较劲的感觉，阻尼感并不是很舒服，你就不敢太使劲，容易怕感觉掰折，就这种感觉。所以玩的时候还是小心些。然后手肘这是一个单球关，它的这里头是可以旋转，但是有限位，就是你到这个位置就动不了了。这边同样是，
这个把玩时一定不要太使劲，我感觉上来说，如果太使劲的话，它就会有断开的这个可能性。然后这里是一个活动的手环，然后同样他们家的手是这种单球关，看看星耀后仰，整体的后仰幅度还是很好的。然后弯腰幅度不太好，因为胸前的这个阻挡，它这个弯腰的幅度是比较小的。左右旋转，然后腰这里头实在是让我吐槽一下啊，它这个腰的这个回用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结构，就是给人感觉就这么一个裤腰带，然后里边弄了一个这个屁股帘这个东西，就显得很空，而且就是感觉这里的穿帮会很严重。再一个是它这个前面的腰带这里有个插孔，后边腰带有俩插孔，你需要首先你需要摁紧，摁得非常紧才可以，不然的话它会很容易掉出来的，就是会乱晃，就让你摆时候就会有一种穿帮的感觉。大腿的这边的平台和高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角度都非常大，后踢也可以，然后侧踢一字马，然后大腿这里也有个斜切，但是这个斜切的这个就是感觉有些怪，而且这次的这个胸这个脚腿根的这个关节阻尼感也是非常非常紧，你可以听到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紧。膝盖的这头的设计其实也就是90度，玩的时候把这个要注意一下，就顶进去，然后再去弯折，就会好一些，大于90度了，不然的话它也就到90度。然后其实这个给我感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韩珠丽在游戏里这个小腿直接并到这个的这个角度，说白了有点差点意思。然后这里头是也都有点平转，左右都是有一点的。然后这里头是有一点平转的。然后脚部接地上来说，这回的这个脚的设计其实接地还可以，就是还好吧，只能说，但是往外撇不动。两只脚我的撇的角度都是很难的，应该是这边的这个脚踝的这里的设计，但是按理说应该不至于，但是往外撇的角度就是会差一些，这是往内差一些，这个是往外的撇不动，往内还可以。完脚步把玩的时候也是让我有种很别扭的感觉，就玩的不是特别的爽，很紧，也能掰动，但是很紧，不敢使劲掰。然后前脚掌有一点点的可动，往上一点点。整体把玩下来的感受呢，就是可动还可以，足够用，但没有达到那种海洋堂那种极限的那种可动感。造型和体型还不错啊，整体摆上后的这个整体的体型看着还是挺不错的，挺舒服的啊，至少比 ST 家那个看着相对比例上会舒服一些。然后其实虽然说这个眼睛涂的很小，但是把韩珠丽那种比较疯狂的那种感觉倒是画出来了，而且这个发型做的也是比较像的。这里还可以吧，就所以说这款玩具总感觉让我差一口气。整体的外形造型摆放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一些细节，比如它这头的这个胸胯的设计，还有脚和手腕的手肘的这种关节的设计，这个把玩感就让我感觉差点意思，玩起来就是不是很大胆的玩，比较小心的那种感觉。反正又到年底了，开始有很多的玩具开始疯狂的这种开始补款出货了。每年的到这个时候，其实心里多多少少都是有担心的。每回他们都是这种赶货出来，总是有出问题的。去年的时候，过年那几款玩具几乎没有不中奖的，真的是每回都是着急忙慌的过年前发货，然后最后出各种问题，然后还有得返供，最后导致口碑下降。然后呢，玩家也玩的不舒服。还有一个我这个皮带按理说应该在这儿的，但是它这个做的有点宽了。背后的花纹造型都挺好的，至少我是这个就除了手部的那个重感外，其他还不错。不过我看有些水友的这个后边的这个毛刺做的还不太好，我这个整体的气味还好，整体还不错，至少比春丽那看着要好一些。春丽那个造型说话也稍微有点夸张了点。好，今天到这里，拜拜。